选出了什么样的新政府呢？对于未来的中美澳之间关系又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转变呢？今天带您快来看。我是志玉，今天来跟大家聊聊的是澳洲要举办的一个这个选举啊。那这场选举呢，应该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澳洲何去何从，听起来好像有点恐怖。澳洲当然呢，这个近来啊，这个感觉它在中美之间大国博弈夹在中间很难办呐，对吧？那然后呢，这个关税战它也没有幸免，不是明明都是这个美国的铁杆小弟吗？怎么这么倒霉哈？然后呢，最近澳洲的经济也蛮凄凉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场选举到底对于澳洲来讲有多重要啊？那这场选举呢，又会如何影响中美澳之间的关系啊？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是澳洲他们的这个选举，那他们选举很特别，他们选举一般的民主国家，像我们选举就是你去投票嘛，比如说3个候选人，然后你去选一个你喜欢的，我要投给他，然后去计票，然后票最多的人就当选。但是呢，澳洲不是啊，澳洲他们叫做偏好投票制。比如说他们这一次他们要选举哦，那他们的选举他们会选这个总理啊，然后他们会选这个议员啊，参众两院的议员啊，然后呢这个名单很长嘛，那不是说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no， 你要选的是我最喜欢的那个人，你要写1，然后呢我第2喜欢的我要写2。然后呢，我要1、2、3顺序帮他们排序，那叫做偏好投票制。然后他们的计票就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做法了哈。那这个我不是澳洲人，没那么清楚，但反正他们的投票跟我们一般投票不太一样的哦。好，那这样投出来呢，他们就会有复杂计票机制，然后最后选出他们的当选人。好，那这回呢要选出的是众院要选150席的一个席次，那参院呢要选40席的席次了哦。那当然呢，这个选举你就这个选民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今年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有没有上涨，因为他们觉得通膨让他们压力很大，所以这回你就看到了大家这些参选人他们端出来的一些政策牛肉，都是呢在告诉你说，我可以怎么样有补贴，我可以怎么样这个药费降低，我可以怎么样各种了哦。好，那这一次呢选举不一样的啊，这个澳洲每一回选举，他们就要站出来说，那个这个有别人在干预我们国家的选举。那讲谁？讲中国。那最近呢，他们有一个视频在这个澳洲的一个社群当中流传，他那个社群就在讲那个影片啊，就在讲说，这个有很多中国的移民到这个澳洲去的，像前一阵子很多香港移民到澳洲去的，那人数越来越庞大了。在一些关键选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摇摆选区，它可能来往的那个票数非常激烈的时候，这些他们形容说都是比较多来自香港的一些选民，可以占到一个左右最后结果的一个这个关键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呢，这回呢就讲了有一个同乡会，他就直接点名说，我们要投那个某某某，就投他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他的政见呢比较符合华人侨民的一个需求，所以大家一起投他。那于是呢，就有很多人讲说，你看他怎么这样？中国怎么可以来干预我们澳洲的选举？反正又闹来闹去了哦。好，但是呢，其实啊，这个澳洲早在2018、2019的时候，他们就立了一个叫做外国干预法，那它就是在杜绝外国势力在影响他们内部的一些政策啊、选举啊等等。那这次呢，又闹了同样的类似的事件，又说中国干预他们的选举了。好，但不过呢，讲回来，其实这次的这个投票结果应该很重要，因为呢，澳洲的经济面临到了空前吗？还是可以说相对来讲比较糟糕的状况哦。尤其是他们的政府又做了一些的决策，所以就让他们的整个经济雪上加霜。然后呢，这个好不容易认的大哥，也不是好不容易认大哥，认了很久的大哥，没有对他很好，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澳洲蛮惨的，然后雪上加霜。好，我们就来看到他们经济到底哪里出了状况哦。这个老大哥，美国财政危机，澳洲一样的。好，我们来看澳洲呢，过去其实可以算他们的一个这个政府的一个财政结构算是还不错，但是呢，近年来越来越糟。我们来看最近这个年度2024到2025的这个预算年度，你知道它出现赤字了，赤字呢是276亿的澳元。好，那这个澳币呢，这个数字呢，你要说它极大吗？也还好。
但是它是不断在增加，这一点趋势就非常的不 OK。然后呢，它总联邦的一个债务呢，已经欠到了1兆澳币了，这么多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债台高筑的一个政府。然后呢，债台高筑，它当然就也想要开源节流嘛。但是呢，这个澳洲政府偏偏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做了一些很笨的决策。人家常常讲这个很错误的一个决策真的是很糟比一个很笨的领导人跟很错误的决策那真是错误的决策可能更严重一点。那我们来看我简单举一个例就好了。他说这个我们要开源节流，那我们要针对一些这个我觉得对澳洲人来讲很不健康也很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就课重税。那一方面呢，我可以多拿一点税收，二方面我可以解决一下这些这个不好的坏习惯。我讲什么？我讲抽烟。所以呢，这个澳洲政府他们之前他们就针对这个烟税这个烟草的一个税率呢就大幅提高。他就说你们就爱抽烟，我给你很贵，然后呢你就这个税收我就进政府口袋，我也可以多赚钱。对吧？然后呢，我也可以让你们觉得很贵，你们就戒烟，想得很美好，但执行起来变什么样子，你都没有想清楚嘛？你这阿呆的，人家要抽烟会因为你很贵我就不抽吗？可能有些人会，但是呢，更多的他会去想尽办法去买便宜的烟来抽，应该是这样吧？好，所以我们来看他这政策怎么搞的他就政府就没钱，所以他就提高他的烟草税。好，那提高了之后，你知道他的烟有多贵吗？他们当地是卖那个25支一包的烟，卖到新台币一包烟要1000块，人民币大概是230。好，你就说那个烟有多贵了。好，这么贵，然后真的有人不抽了吗？没有。他们开始转为地下经济，他们黑市卖烟，所以很多抽烟的人，我就不跟你买那个，贵死了，我去黑市，我买地下经济的烟，我照抽，但是呢，我地下经济，你的那个很高烟草税我就不用缴了。所以呢，政府本来想说我多收一点烟草税，顺便帮你维持健康，美好的想法，你完全就是背道而驰你又课不到他的税，所以他们的烟草税调得很高，但是进账很少很少，越来越少。然后呢，那个政府那个阿呆出一份报告说，你看我们的政策好棒你看大家都戒烟了。你真的吗？你是说真的吗？所以呢，根本就不是这回事。那当然，后来他们也检讨说，都转为这个地下经济，大家去黑市买烟去了。于是乎，你知道这个政策是什么吗？不是一开始调高烟草税吗？然后希望多税收吗？税收变少就不说，他还多编预算，编了1.5亿澳币的预算干嘛？我去打击那些非法经济，我去抓那些地下卖烟的黑市。那你到底是在干什么呢？所以你就已经在没钱，然后想尽办法，然后还花更多钱帮你把那个桶的篓子给补起来，然后还补不回去了。你看呆不呆？好，那无论如何，只是简单举一个小例子那现在的这个澳洲的经济状况就是各种的这个想尽办法开源节流，然后呢债务这么高，于是乎呢我们看到这个标准普尔的分析师现在呢已经给这个澳洲贴一个警示的标签，什么意思啊？他们本来是 AAA 的评级现在很可能要被下调了，因为他们的债务实在是太严重，而且现在看不到解决的一个拿得出来很有效的办法。好了，那当然你要解决经济的问题，你要开源嘛，你赶快去多赚一点外汇回来也是一个办法好，那我们就来看过去呢，他跟中国关系很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吗？中国跟美国对澳洲来讲这是不是认错老大这个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他认错老大，当然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不一样了怎么讲？你知道吗？这个中国跟澳洲之间的关系它几乎呢，这个中国应该讲中国买澳洲出口到中国去的东西呢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依存度非常的高，但是呢这个澳洲出口到美国去的大概只有5%，那出口到这个中国去的呢，哇，这个很高很高那所以呢，这个大概1/3的东西都出口到中国，然后只有5%出口到美国，所以呢，你看这个很比例悬殊。所以呢，你如果认中国当老大，你是不是这个财政就稳了嘛，对不对？那你认美国，然后呢，这个他也不能让你赚什么钱，他还赚你钱，因为现在美国不是有那个 AUKUS 嘛，然后他还把二手的核子潜舰卖给这个澳洲，又跟他这个收一大笔钱嘛，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个经济依存度，让
澳洲之前的角色很尴尬，因为他跟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五眼联盟，然后呢要对抗中国，所以呢，但是中国又是他很主要的一个出口市场，所以他变成立场很尴尬。那之前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中国就说我就简单，我就不买你东西啊，我又不是非得跟你买不可，我有很多地方可以买啊，比如说葡萄酒，葡萄酒很多地方可以啊，意大利的也很好喝啊，法国的也不赖啊，对不对？我干嘛非要喝你澳洲的？所以呢，澳洲的葡萄酒就很可怜，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卖不掉。那于是呢，现在看到了这个马上现在的澳洲政府呢，赶快跟这个中国这个妥协，然后呢修复一下关系，所以再把葡萄酒卖到中国。但问题是现在经济没那么好，所以呢这个葡萄酒也卖的没有以前好了。好，这是一个这个隐忧。那再来一个呢，就是他也觉得有机会，因为中美之间呢大国博弈吵架，于是呢这个中国现在已经说我要管制稀土出口，哇，这个美国很需要稀土，所以呢澳洲就挺身而出说老大我也有稀土，所以呢这个他的确有稀土，还有蕴藏的稀土还挺不赖，挺多的哦。好，但问题来了。他说：“我赶快，以后你需要稀土，我可以帮你开采。开采跟提炼是两回事哈。我们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其实澳洲它的一个天然资源非常的丰富，它不只有稀土，它有锂啊，做锂电池的一个原料，然后它有这个钴啊，然后它有锰啊，各种很多很关键的矿产。他就说，老大我有哈，但问题是老大说，可是你不会提炼啊，你现在给我开始。所以呢，现在澳洲想尽办法要开始提炼了。这个提炼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提炼这件事情非常伤害天然这个环境的哦。所以呢，中国它提炼其实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它的天然环境污染的问题。好，但无论如何，现在中国是在做大多数的一些稀有矿产的提炼的工作。我们来给大家数字哦，像举例像锂好了，中国呢它开采的一个现在全世界的比例呢是大概23%，那澳洲呢它开采比例有33%哦。但问题是，现在全世界有57%的这个锂啊都是中国提炼的，那澳洲呢？几乎没有，所以你就看了我天然资源很多，但是我会开采，对我采出来，然后呢，你可以直接用吗？不行嘛，我开采出来那个原矿，对不对？稀土，那你拿去用啊，你拿去做飞弹啊，就不行嘛。所以呢，现在稀土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哦。澳洲有，其实不止澳洲有，其他国家也有。可以开采没问题，采出来，但你没有办法提炼。现在中国提炼的一个稀土呢，大概呢是90%，全世界的供应都是中国提炼的。那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呢大概有这个75%，它要依赖中国的稀土，所以你说这75%一时之间要叫澳洲去搞个提炼出来，好恐怕很难。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澳洲要在稀土或者是说关键稀有的矿产这个部分，要来跟这个中国这个分庭抗礼，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那提到了这个三方之间的关系就很奇妙了哦。过去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澳洲呢它弥漫在一种很恐慌、很害怕的一个气氛当中。为什么？因为大约2月初的时候，你就看到中国呢，它有一个海军的一个这个海军的舰队，好，那它就浩浩荡荡往南出发，一路经过了南海，继续往南。我突破了第1岛链，突破第2岛链，我来到你澳洲旁边。我们之前台湾也就觉得很恐怖的是，哇，这个中国的一个海军的这个舰队也是在台湾环岛，对不对？环岛的一个这个军演呢，就觉得哦，好害怕。现在不止我们害怕了，澳洲你来尝尝什么滋味哈？好，他们也在环着澳洲。然后呢，再绕来绕去，同样的也在澳洲附近做一个实弹的一个射击的演练，然后还造成了这个数十架的民航机被吓到，赶快更改它的航线。好，那当然在国际法当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澳洲政府自己也说了，这个就公海嘛，所以就是只是心里会害怕嘛，对吧？你什么时候怎么到我这里来了？好，那最妙的是哦。中国的舰艇呢，它在环澳航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澳洲当然要派出他们的海军舰艇去监视嘛，对吧？看看你状况如何，对不对？搞笑的来了，这个澳洲才赫然发现哦，我先告诉大家，中国舰艇是3艘海军的舰艇，哪3艘？一个巡洋舰，一个护卫舰，还有一个
远航一定要的一个油料补给舰哈，就这3艘。然后呢，它就在环澳洲，对吧？环澳洲，那你这个去远洋的一个这个海军的舰队的一个航行，你一定要有油料补给嘛，对不对？你知道澳洲的一个海军是真的是伤脑筋到什么状况吗？他们自己的海军舰队没有办法完成环澳的航行，他们自己国家没有办法环，为什么？他们的油料补给舰坏掉了，他们有2艘都坏掉了，都不能用，所以呢，他要跟着这个中国的一个舰艇在环绕，我一直监视你，监视到一半我没有油了。然后我就只好赶快商请纽西兰前线支援，我现在没有油，所以呢，还纽西兰友军出动油料补给，帮他补给，让他继续完成他监视的行程。所以呢，这件事情啊，大概为期1个多月，所以呢，就马上让这个澳洲哇，他们现在的选举已经开始，大家都认真讨论我们的国防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军事怎么这么老旧，然后呢，你看看人家那3艘怎么那么厉害啊，我们现在怎么这样？所以呢，他们现在不断在讨论这件事情。好，但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凸显一件事情是，这应该是有记录以来哦，中国的海军的一个舰队来到最南端、最南的地方。那你说，这个中国的海军舰艇来到最南端，那要做什么？对不对？哈，那问了这个中国，中国说，我们就是在公海航行，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啊，对吧？那澳洲政府也说，好像你是不用解释，但我心里怕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讲了，说那到底中国的一个舰艇为什么要走这一趟呢？我干嘛往那么南走？难道我要去南极看企鹅吗？不会吧？所以呢，他们就说他其实来传递一个消息，传递一个讯息，传递什么讯息？告诉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已经可以这个远程的航行，我的军事力量可以投射到这么远的地方。你看，我可以一路这么远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了，这让澳洲非常紧张。那于是呢，澳洲就会马上不用担心，我们有老大，我们的 AUKUS 联盟，我们坚不可摧。但是呢，你知道在此同时，有人去问了川普总统，那个 AUKUS 的联盟会继续吗？你知道川普回了什么吗？他说，什么是 AUKUS？ 你在说什么？他不晓得什么叫 AUKUS 哎。好，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很奇妙的啦，所以我不晓得澳洲听了之后啊，这个心里作何感想。但是呢，中国军事的一个力量的确已经来到南太平洋，不仅仅是在澳洲这次的环澳的一个航行，它在纽西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友好的国家啊，叫库克群岛。库克群岛很奇妙，他拿的是纽西兰护照，但他基本上是一个自己的国家。那这个国家呢，他也加入很多联合国，用他自己库克群岛名义加入了很多联合国组织。好，那库克群岛最近又跟中国签下了一个友好的伙伴协议，他们会一起开采海底的一个这个资源，然后呢会在很多地方合作。那这一点呢，也让大家觉得很这个是不是中国也来到了南太平洋，在这个地方插旗？他去。可以说挖了一个纽西兰墙角，然后呢，环澳的一个航行，都让大家觉得哇，这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现在开始啊，让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再忽视它。所以呢，它是不是要削弱这个美国在澳洲、纽西兰这个地区的一个军事的影响力？要告诉你，我也可以哦。好，不过呢，最终我们就要来看到了，中澳之间的关系毕竟是紧张的，因为澳洲呢非常明显，它已经靠向美国的。那当然，这次选举会不会选出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政府，有不一样的态度？不晓得，但是目前看起来呢，现在正在竞选当中，大家的一个政策是蛮一致的，就是呢要跟中国划清界限。比如说呢，现在已经这个政府要连任，他就讲了，他说当选了之后呢，他要把这些这个已经有99年签给这个中国的达尔文港的一个这个经营权给要回来，然后呢也关掉了在澳洲一半的一个孔子学院哦。另外呢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在美国打关税大战的时候啊，他这个中国马上释出这个善意说，来我们大家一起这个牵起手来对抗美国的一个关税战啊，关税机关枪。结果澳洲也第一时间就拒绝了，因为呢，可能澳洲得到是相对低，它的一个关税就是基本款10%。那这个澳洲说我不会跟你惩罚，但是我会跟你好好谈。所以你看到这个澳洲似乎呢还是有意的站在美国这一边，要跟中国划清界限。那中国直接用军事力量告诉你，请不要忽视我。好，不过呢，这个到底最后呢，澳洲选出来的这个新的政府会长得什么样子？新的政府呢，它的方向又会往哪里去？在2个大国当中呢，它会怎么样找到平衡点？就让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带您谈谈澳洲喽。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